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《藏海传》位列全球榜第53位，创国产剧排名新高。佳作之心，弥度重阳，引文化共鸣，筑人心桥梁。近闻《藏海传》锋芒毕露，热度燃沸荧屏内外。此番古装传奇，国内首映优酷，未及2日，热度势如破竹，直抵万点高位，创平台新篇，央视黄金档，收视峰值标志近3年古装剧之巅，达 2.89%。抖音热榜相关议题播放量逾63亿，数字之巨，令人啧舌。然更使人瞠目结舌者，乃其在平台斩获9.5分之殊荣，竟入全球剧集100强榜单，位列53。此乃华语剧集在该榜单之最高殊荣，实为国剧争光添彩。此剧更集迪士尼之巨播撒至寰宇190余国及地域，东南亚23国，连续7日霸榜魁首，甚至《纽约时报》亦对其赞誉有加，为其情节之跌宕，远胜《纸牌屋》之惊心。此等褒奖，非寻常剧作可企及。《藏海传》何以独树一帜，傲视群雄？细究其理，非图是武力争雄。剧中主角藏海，报仇雪恨之道，非赖刀剑之力，而凭榫卯机关、星象测算、皮影戏等东方智慧之精粹。此番中式权谋之运用，西方观众亦为之倾倒，无被先贤不战而屈人之兵之哲思，于此剧中得以现代演绎，焕发新生，泱泱华夏千年文明之底蕴，竟以新颖之姿呈现，普世皆能领略其奥妙，共鸣其精髓。剧组于细微处亦见匠心独运，传闻其斥巨资搭建4000平米之唐宋风情实景，纤毫毕现，令人叹为观止。服饰道具之纹样，皆考究故宫古籍，一针一线，皆蕴深意。连群演之礼仪，亦素历史考证，严谨考究。此剧非图影视之作，实乃活态之史学课堂。秦淮灯彩、耀发木偶等30余项非遗技艺，巧妙融于剧情，浑然天成。彼等皆无华夏之瑰宝，昔者或虑意欲难解其韵，孰料如今一帮观众亦痴迷其美，赞叹东方之韵。此非招式无备，精粹之意，皆可逾越疆界，触及人心乎？主演肖战于剧中之演绎，亦是熠熠生辉。为契合角色，其身形锐减15斤，部分场景甚至素颜出镜。观其眼神流转，微表情之细腻，面对仇时复杂心绪之交织，以及一段无声痛哭之戏份，皆将人物内心挣扎刻画入微。此非正回应昔日关于其演技之争议乎？艺人者，能为角色倾力付出，能将情感精准传达，方乃真才实学。自《甄嬛传》至《藏海传》，郑晓龙导演之作品屡次印证卓越之华夏故事，蕴藏普世之魅力。昔者无被或囿于偏见，以为国剧出海，为华裔观众或华语地区可赏。然今之势头何如？韩流电视台亦思忖翻拍可能，博物馆亦探求合作契机，评论区更见多国语言争相求异。凡此种种，无不昭示吴国古装剧之国际影响力，已非往昔可比。此番成功，其根基在于制作之精良，亦在于吴辈文化自信之勃发。昔年或有局促，以为西学为尊，趋之若鹜。今则不然，吴辈以现代之姿，国际之语境，讲述自家故事，孰料竟引得四海宾朋共赏。此非吴辈骨血中流淌之文化底气乎？回溯往昔，国产剧曾现雷剧泥淖，如今却能跻身全球榜单，其间之魔力与精进，何其艰辛！昔者仅专注于本土市场，今则放眼寰宇，视野之开阔，亦非昔日可比。吴辈不再闭门造车，而将华夏故事娓娓道来，普世共享。更可贵者，吴辈所讲
非一味迎合西方之作，乃将自家智慧、美学、价值观以普世皆能解之方倾情呈现。当然，一部剧集之煊赫，亦离不开整个产业生态之精进，制作水准日臻完善，演职人员亦日益敬业。然更深层者，乃吾辈文化自信之崛起。吾辈深信，自家故事蕴含磅礴之力，自家文化散发无尽之魅。当此自信真正根植于心，吾辈必将孕育出更多如《藏海传》般兼具内涵与外表之佳作。此非仅《藏海传》一剧之荣耀，更是国产剧之新纪元。其招式无辈，但凡倾注心血，勇于创新，深挖独特之文化宝藏，吾辈便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。如此日新月异之景，吾辈对国剧之未来，岂能不心生戚戚乎？